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如果有一档金融股今年以来已经悄悄大涨了 40%， 本益比从9倍一路上修到16倍，身为投资人的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觉得涨太多该落袋为安，还是认为这背后一定有我们没看见的结构性利多？目前市场大多数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股或降息预期上，但高盛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却对这间全球托管巨头纽约梅隆银行给出了极具张力的评价。即便股价已经跑赢大盘，高盛依然维持买入评级，甚至调高了目标价。为什么一间看起来稳重的托管银行能在2026年交出这么激进的成绩单？高盛这份报告揭示了一个市场认知差。大家以为 BNY 只是在吃利差的老本，但实际上它的双重营收引擎已经全面启动。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份高盛报告，看看这间金融老牌巨头是如何透过 AI、交叉销售以及超乎预期的利息收入重新定义它的投资价值。高盛报告的核心观点非常直接， BNY 的括号超预期并上修指引逻辑依然成立。尽管股价今年表现强劲，但高盛认为其低双位数的每股盈余成长具有极强的持续性。高盛报告指出， BNY 第二季税前利润高出预期 9%， 主要来自三大动能。第一，有机手续费收入加速成长。第二，净利息收入展望强劲，管理层甚至将2026年成长指引上调至 12% 至 13%。 第三，利润率仍具扩张空间。华瑞认为，这代表 BNY 正从传统资产服务公司转型为具备成长能力与高效率营运模式的金融机构。高盛从4个方向分析 BNY 的优势。首先是手续费收入的结构性成长。高盛指出， BNY 近年积极推动交叉销售，同时使用3项以上服务的客户数量较3年前增加超过 60%。 今年第二季，新资产服务客户中超过一半同步采用其他业务。华瑞认为，这显示 BNY 已从单一托管服务转向提供整合型金融方案，提升客户黏著度与定价能力。此外， Circle 数位资产合作与 Trump Accounts 等新业务也正在创造新的长期收入来源，使2026年上半年有机手续费成长达到 4.5%。 其次是净利息收入展望改善。高盛将 BNY 2026年 NII 成长预测从 10% 上调至 12% 至 13%， 主要受惠于证券投资组合重新定价、贷款增长以及存款结构优化。即使市场进入降息周期，高盛认为 BNY 净利差仍可维持约145个基点，企业信托业务带来的无息存款也提供额外支撑。第三是成本控制带来的利润率提升。高盛指出， BNY 第二季税前利润率已达 40%， 提前超越原定2026年中期目标。虽然公司因营收相关投资提高费用预期，但高盛仍预估 BNY 具备约400个基点的正向营运考感。更重要的是， AI 投资效益仍在初期阶段，预计至2028年，利润率每年仍可能提升约90至100个基点。第四是资本回馈能力。高盛指出， BNY 持续透过股票回购降低流通股数，进一步推升每股盈余成长。华瑞认为，报告中有3个细节值得投资人关注。第一是市场竞争压力正在下降。高盛指出，客户需求已从单纯购买金融产品转向寻求整合方案，这提升了 BNY 的议价能力，也是手续费收入持续成长的重要原因。第二是市场低估了利率环境的影响。虽然投资人担心降息压缩银行收益，但高盛认为 BNY 的证券组合重新定价能力能有效抵消压力，净利差仍具韧性。第三是 AI 带来的长期效率提升。高盛认为，目前 AI 对 BNY 的影响仍处于早期阶段，未来几年可能持续改善成本结构，使 BNY 具备类似成长股的特征。对投资人而言，华瑞认为 BNY 的投资逻辑已经改变，它不再只是传统防御型金融股，而是透过服务升级、科技投入与客户深度绑定，逐步转型为高效率成长型金融企业。未来需要密切观察3项指标。第一，无息存款是否持续增加。第二，手续费收入能否维持约 5% 的成长速度。第三，利率下降、股市波动与监管政策带来的潜在风险。总结来说，高盛描绘的是一个重新定义后的 BNY， 透过交叉销售、AI 效率提升与稳健资本回馈，公司正在创造新的成长周期。高盛将目标价上调至177美元，
并预期未来 EPS 可维持约 16% 的复合成长率。对高盛而言，市场关注的不应只是股价过去上涨 40%， 而是 BNY 未来盈利能力是否仍被低估。华瑞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追逐涨幅，而是理解推动股价上涨的引擎是否还在运转。BNI 的双重营收引擎、手续费与净利息收入，目前看来依然动力十足。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